有请主持人赵传。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暴龙眼镜爱情保卫战。本栏目由 Blom 暴龙眼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特约播出。休闲旅游找途牛，下载途牛 APP， 手机预订更便宜。本节目由拉芳柔顺洗发露特别赞助，感谢拉芳柔顺洗发露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代表粉丝使用甜甜圈提出问题，就有机会在爱情保卫战的节目当中得到涂宇老师1对1的解答。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实时互动并分享至朋友圈，即有机会赢得实物大奖。请大家关注新浪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网易娱乐和凤凰娱乐。欢迎大家登录优酷、土豆、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网、PPTV、聚力、爱奇艺收看完整的节目内容。今天我们请来的有著名的媒体评论人于波鸿于老师，欢迎于老师。《西游记》当中猪八戒的扮演者，著名的影视演员马德华马老师，欢迎马老师。华谊嘉信的副总裁曲伟曲老师，欢迎曲老师。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看一看今天的这对嘉宾朋友在他们的情感道路上碰到了怎样的困惑。不会。我不会，当然不会，我绝对不会。有点一头雾水，但是你仔细看那几个问题，会发现在一段感情当中，好像处处都是悬崖。下面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来，掌声有请。男嘉宾小芳，25岁，来自宁夏，公司职员；女嘉宾娇娇，23岁，同样来自宁夏，一名公司职员。有请两位。欢迎两位哈，愿意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我愿意。今天为什么来？我受不了他在一次又一次欺骗我，就想跟他分清界限。啊，分手。哦，因为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跟别的女的老是有联系，藕断丝连。哦，你就分手就分手，在生活里不就分了，干嘛到我们这儿分啊？但是他每次私底下老纠缠我，我受不了。我也不想和他分手，我心里面一直爱的是他。哦，你爱的是他？对。哦，我听听是怎么爱的。因为之前我们相识是2年前朋友聚会上面，然后我们对彼此都挺有好感的。就加之我特别喜欢打篮球的男生，觉得特别有魅力，特别帅。正好他就特别擅长于打篮球，然后每次在我这边特别主动，然后每次都要求送我回家什么的。我觉得这小伙不错呀，有可以的话可以交往一下，那就跟他在一起了。可在一起之后就感觉他态度特别恶劣，你知道吗？那个什么，我记得我有一次生病了，发烧，然后我特别希望呵护照顾我，这理所应当啊。那我也没有不照顾你呀。但是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那什么态度啊？不就发烧吗？吃点药就行了吗？这是理由吗？我是你女朋友啊。那我不可能上班，我在办公室坐着，领导也在，我一直抱着手机和你打着不放吧。但是你和你朋友出去玩呢，我在家等你啊，那么晚了。然后你打电话的时候你也不接，那算怎么着啊？我和朋友在外面玩的时候，人家都不让玩电话。那是理由吗？电话打不了，然后发短信也可以啊。那我回家不是给你发的吗？这些也就算了，最让人受不了就是因为我们俩在一起挺长时间的，然后就想着，彼此见一下父母总归是好的。我跟他说了，让他挺乐意，我觉得挺开心的。等到那天是我父母都买菜饭都做好了，就等他呢。然后他是一点音讯都没有，然后我就说这也不行呀，那我打电话问他吧。然后他就冷不丁丁来一句有事来不了了。当时我上班，你让我怎么去？那你可以提前说呀。不是主任，您不知道我在供电局上班，人家小区停电了，我要去抢修啊！我不可能为了去吃饭不管人家小区吧？那你第2天有没有登门跟他的父母道歉呢？没有去，因为第2天就和他闹的矛盾挺大的。我父母就觉得他放我们鸽子，对他印象特别差，就觉得这男孩不是对我真心好的那种的，然后每天在我面前老抱怨，加之我闺蜜跟我关系特别好，她也知道的，然后我们俩怎么认识怎么在一起她都知道，然后有些经常跟她有一些小摩擦什么委屈，然后我全都告诉她了，然后我这闺蜜就
就说这样男你靠不住。当时他那么一说，然后我一下头脑发热，我就跟他提分手了。你跟他提分手了？对，你不可能因为这些事和我分手吧？然后呢？是因为这件事吗？然后我就跟他提分手之后就想气他然后他也不联系我，然后半个月之后，我们共同朋友就说：“哎，娇娇，你知道吗？你前男友居然跟你闺蜜搞到一起了，这算怎么回事呀？”哦。你闺蜜劝你跟他分手，结果他们俩好了，又搞到一起了。小 Z 是好了吗？是因为是啊。刚才你还说抢修是有理由，到这儿时候这就不算理由了吧？主要他和我闹得挺厉害的，那会儿对，好吧。分手了以后怎么又在一起了？我们分手之后，我就觉得他们俩在耍我，然后就彻底断了联系。断联系之后，然后他又过来找我，我闺蜜怀孕了，要做人流，然后他没钱，他又过来找我。你闺蜜怀孕了？对。那时候因为玩的挺厉害的因为也没什么钱，这种事我不敢问我的父母要钱，我就找到他了。哦，你跟你的前女友闺蜜有了孩子，然后你们要去动用钱的时候，你找你的前女友。对，因为当时挺着急的，气死我了。然后事情完了之后，过一段时间，我在我对象那个就是那个秘密，那个女的她手机上，她和另一个男人的聊天记录她给那个男的说：“你的孩子我已经打掉了，请你以后不要骚扰我，和男朋友挺好的。”然后我当时我就懵了有点，我就特别气愤，然后我心里面。也一直想着是他因为当时问他借钱，他也借给我了，一直挺感激的最后还是一直爱着他，又找他来了。所以经历了这件事儿之后，你就觉得还是这女孩好？对，因为她傻呗。因为我一直都爱着他。你爱着他，还跟人有孩子？那孩子不是你的，行吧？这你能接受吗？他本身就是我初恋，对他。心存念想这件事之后，他的改变确实挺大的然后我觉得他整个人都变了，变得挺好的。然后心想心软了，就说那好吧，那就给他一次机会吧。就又在一起了。对，又在一起了。那后来呢？就因为后来那个我闺蜜那女的对他死缠烂打，不仅去他单位闹，然后又跑到我单位闹，指着我说我抢她男朋友，这算怎么回事呀？然后我就跟他商量，我就说这女的我们真惹不起，然后能躲得起也可以然后就跟他离开老家。然后来这边发展，虽然日子苦点累点，我觉得有他在我身边就足够了，挺踏实，挺充实的。从宁夏就出来了。对，来这边打拼。对，我们就来天津了。有。然后我觉得这样不错呀，但是之后更让人气愤就是，都这样了，他们俩又联系到一起了。你怎么知道他们俩联系了呢？那又不是我要联系他的，是我无意间在他手机上看到他们俩有聊天，但是没有记录，他把聊天记录给删了。那还是怕你生气嘛，会影响到我们的感情了。那你这样做不是更显得心虚吗？那你既然都在电脑上看了我们聊天记录，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过话，他经常来找我说话，也弄得我挺为难的。我也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呀，你把我想成什么了？你的心是够大的，姑娘。但是我当时就是怕你生气因为经历这么多了。然后我要求跟他说是换什么，所有联系方式都换了，他就是特别老不情愿的。但是我最后也换了呀。你要把是电话换了，换的太好了，就是因为换了，我才知道你有多恶心，我真的太天真了。怎么了？然后人那什么，他就说他们家有事。家里面有事，那行，那你回去吧，先处理完，毕竟家里人重要啊。然后他就回去了，回去那几天，然后我给他打电话，他老不接电话。我手机不是在火车上丢了吗？我回来都跟你说了。就因为就是这，然后我就着急，特别着急，然后我就联系他们家，然后电话打过去，他父母说压根就没事。他回来之后我就跟他闹，他没办法，他就说他又跟我闺蜜见面去了，这算怎么着啊？等于说你以父母生病为名去约会去了是吧？不是，当时您不知道，过去是这样的，主要是他闹特别厉害，他非要来天津来找我。不是他闹什么呢？他就闹死闹活的，非要来，就是他从我朋友那儿知道我的新电话。不是你这身上有什么魅力，就两个女生对你如此死心塌地呢？我当时我也弄不明白，然后就这样，我就回去了。不是。反正因为我和他说好，我最后见他一面然后我就回去，最后还是让他发现了。那个女生现在还纠缠你吗？还有。这次是死，那下次要跳楼，那你怎么着呀？你是不是还得去？我已经和他说好是最后一面了，我不会再见他了。有再一下就有再三再四。但是我怎么说你也不相信我，你让我怎么办？
那你每次老是拿这种借口来搪塞我。我不是来这都不联系他了吗？对于你这种一次又一次的欺骗，我真受不了了。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不想离开你。今天来这儿，我就是想和你好好在一起，你别离开我好吗？在你们俩交往期间，咱们今天都说实话啊。在你们俩交往期间，你跟她的闺蜜有往来吗？没有，因为基本上说实话，真没有。说实话，我和她每天在一起，她和她闺蜜关系特别好，基本我和她一出来，她闺蜜也在。哦，所以我们的事情她都知道。那你们俩那次吵架之后，你到底是什么时候跟她闺蜜好上的？有半个月了吧？就是跟她分手半个月之后，你就跟她的闺蜜好上的，是她闺蜜主动还是你主动？我从来没主动过，因为我就没喜欢过她。哦，对，她一直。但是你还是让她有了孩子。哦，不对，那孩子还不是你的，就是因为这个，所以你才离开她的闺蜜，是吗？是。好，为什么这个女孩对你们不依不饶，反反复复呢？反正她说她就是喜欢我，不管怎么样的方法都要在我身边。那在你的心里是喜欢这个姑娘还是那个姑娘呢？我一直喜欢的是她。哦，老师们，你们看看这种稀里糊涂的。我不想说它是一段爱情，这种稀里糊涂的一对主人公，命运该怎么办呢？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小芳，篮球打得非常好，对吧？对。我感觉你对爱情的态度，真的也非常想打篮球，拼命的抢，拼命的追，得到了就抛出去了。不管怎么说，你们两个人。娇娇被你的那个闺蜜离间成功才半个月，她就被你闺蜜拿下了，这就说明你是一个非常经不起勾引的男人。半个月，而且是你的闺蜜。当然，这个当中呢也说明，这么容易被挑拨离间成功，你们两个人的信任也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但是娇娇，就像赵老师说的。你的那个心啊，真的是太大了。你看，你明明知道是你闺蜜和她的孩子流产，当然是人家的孩子你是不知道的。在这样的状态下，你居然还会借钱给她。我当时是没有想到这事，我就觉得对我闺蜜挺恨的。然后我觉得我不想看到他们俩孩子出事，然后就没想，我也觉得她也挺难的，我就借给她。再说了，她最后被骗了。在我看来，这是活该。你又把它回收回来了，你难道是废品回收站呐？他要回来了，你就回收了。因为他毕竟是我初恋，我觉得对他还是初恋，你也要看看人呐。但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呢，也确实也值得我们的女孩子反思一个事情。你看，娇娇，你们两个人要好的时候，你有一点委屈，有一点感情的事情。都是向你的闺蜜去哭诉的吧？对，她每次遇到这样状况就说你赶紧跟她分吧。我也当时就没多想，我觉得我闺蜜对我挺好的。你而且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谢我的闺蜜多好。所以你看，向闺蜜哭诉真的也存在着风险。所以我最后想说一句：闺蜜有心机，倾诉需谨慎。小芳，我开始看你这文案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是个暖男，结果我现在看来啊，你是经不起诱惑的一个男孩。什么是爱，你并没有闹清楚。你既然跟他分手了，你们还躲出来了。你到了天津，他怎么能知道你来天津？所以你就一直没有断。娇娇看来是非常让人同情的一个女孩，你太傻了。有一句话叫“初恋的女孩不懂爱情”，你实际上你并不懂爱情，所以我就说，小芳，你这所作所为是不被人们所赞同的，你应该很好的反省一下。其实我觉得同样需要反省的就是娇娇，你看中她什么了？之前就觉得她挺有魅力，特别吸引我。魅力来自于什么？因为我真的特别喜欢看打篮球男生，然后他当时就没找之前对我特别主动，而且觉得，什么方面都为我想特别周到，我觉得这些都是我欠缺的。
对，所以你这种想法其实代表了非常多的女孩，尤其是没有经历过恋爱这种女孩的一种心理状态。没有经历过爱情的女孩，对所有的爱情的憧憬都是来自于书本啊、电视剧呀、然后等等等等。比如说长得帅、打篮球好啊，有某项特长，同时又体贴，哎呦，简直就是完美的白马王子。而一旦这样的人出现，很快就会被拖入情网，也许是一个情网，也许就是陷阱。他就是用他所有这种外向的这种嗜好来捕获你的芳心，迷惑你，你绝对要跟他分开，而且要警惕所有类似于这样类型的男孩对你的示好。你要真正知道恋爱找的对象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外在和内在的素质，而最关键的爱情专一，专一是必须的。还有在这里，我觉得你应该感谢你的闺蜜，因为两个人在一起能够长久的在一起，一定是志同道合，而她和你的闺蜜那是臭味相投，她们是一类人。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被她的这种谎言所欺骗？她的骗术并不高明，为什么呀？因为你还是在遵循自己内心的那点幻想，一次一次的纵容。所以说，就是一句话，跟她分手。有多少愚昧的善良，就会有多少无耻的邪恶。其实真正的伤害并不来源于罪大恶极，又或者是精心的阴谋。其实真正的伤害往往就来自于受伤者完全久而久之的没有了痛点，所以伤害你的人才会肆意而为。从时间点上，我们来分析一下，你的那个闺蜜怀的不是她的孩子，她跟你分手半个月，跟她闺蜜在一起。也就是说，当你跟她在谈恋爱的同时，你的那个闺蜜跟她的前男友正打得火热，对吧？应该是这样吧？为什么是应该呢？你不了解你的闺蜜吗？因为这种事情她很少跟我说。那你为什么什么事都跟她说呢？我觉得我当时对她真的没有防备之心。所以说，其实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想到底，真正让我们厌恶的，让我们不可思议的，就是她和她的闺蜜可以无耻，但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你可以善良，但不能够愚昧到这种地步，这是让我们不可思议的。你看你的闺蜜跟你声称是闺蜜，在跟别人打得火热的同时，一昧的怂恿你们分手，而后马上就跟你的男朋友在一起，跟他在一起了之后，有了孩子，居然找你来借钱，他居然厚得下这个脸皮，然后你的闺蜜撬了你的男朋友，一点愧疚都没有，而且当他回到你的怀抱之后，还又一心一意的来拆散你们。你的闺蜜为什么可以这么无耻、没有羞愧之心的来对待你？这是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她也是这样，她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一心一意的对待你、呵护你，好吧？她没有愧疚之心，她以背叛的方式和你的闺蜜在一起。和你的闺蜜在一起了之后，按道理来说，她见到你都会脸红吧，她会不好意思吧？她没有，她相反，她有了孩子，她居然能够经历了这一次，可能是一个新的生活起点，真的转变了，生活还是美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属于这一对浑浑噩噩的年轻人，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我的心里面，第一句话出来让人生气啊，教不会啊这孩子。还有一种帮助的方式，谁要？我来看一下 ：A. 求助现场观众 ；B. 倾听第三方的声音 ；C. 再次的求助爱情导师。你的选择是 C。来，涂老师。这小子说了一句叫"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没错，人非圣贤，谁不会犯过错？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一错再错。你不能每次说你犯了错都要让别人来承受代价，自己轻飘飘的说一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你最可恨的是在这儿，而你恰恰是造成他不知耻的主要原因。对别人的原谅一定要有所底线，如果你对对方的原谅毫无底线，对方不会把你的原谅称之为是慷慨，你是把自己的原谅变成了挥霍。
你挥霍了对别人的信任，挥霍了对别人的宽容，所以你的原谅和宽恕一点都不值钱。就这样。交换箱子，两人回到门里吧。谢谢两位哈，请回。请关门。你看这一对的时候，真是气得牙痒痒的。就整个的这段恋爱当中，除了混乱就是混乱。接下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5、4、3、2、1，5、4、3、2、1，请开门。李先生。我们在一起有6年多了，一直就是没有谈到结婚的事情。那时候确实太紧张了，我也想给他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婚礼。他一直就是找这个理由找那个理由，一直在拖，所以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现在吧，反正就是说以各种理由啊催我，有时候做的那些事吧，我感觉特别不可思议。我也比较担心，就害怕他变心啊或者什么的。他每次都这么急，这样逼着催着我，我就感觉他好像还有别的什么目的似的。我现在就想让他给我一个准确的时间，然后给我一个名分。一说名分这2个字，在爱情当中，当然就是要结婚了。在这份追求名分的过程当中，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他们。来，掌声有请。男嘉宾小邓29岁，来自山东，是一名司机；女嘉宾小杨28岁，同样来自山东，是一名销售。来，有请两位，欢迎两位。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我愿意。谈恋爱多久了？很多年了吧？有多少年啊？我们09年就认识。那就说谈了6年的恋爱了哈。啊，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因为谈这么多年恋爱了吧，他一直就是不登记啊。然后中间我们有了一个小宝宝，我想要一个结婚证。因为之前吧发生了很多事情一直拖到现在。刚开始我们那一块儿正式交往的时候，我也说过我会给他一个很好的婚礼。那段时间我就在公司上班，我就说我自己出来干点事情，攒1年的钱。当时我拿回来钱帮助他。他当时确实，然后我当时也特别支持，就是我特别支持他干这事。因为感情深，因为要有一个隆重的婚礼，所以你出钱让他去创业了，对，是吧？对啊，刚开始是挺好的。但是中间发生了一点小的事故，导致了几乎赔的就是说什么都没有了。那时候吧，我就反正挺低沉的。那创业失败了，后来是不是孩子也来了？孩子来了总该结婚了吧？因为那时候刚怀孕的时候，一直都是在催着他。然后他可能就是说压力比较大一些，他比较躲着我。你一直催着我，我的工作就是说特别就容易产生事故那种。就是后来你是什么工作？我是司机。对。然后呢，就是说，我那段时间压力比较大吧，发生了一点事儿，挺严重。就是我人当时也就是说躺下来不能动了，出了车祸了。出了车祸。等好了以后，他肚子也就已经很大了。然后就这样拖下来了。就这么一直拖下来了。对。不办婚礼，先领个结婚证呗，干嘛非要个婚礼呢？其实我就是那意思，就是让他给我领一个结婚证啊。为啥这不行呢？结婚证我感觉和婚礼，我感觉婚礼比较重要，结婚证不就无非就是一个本吗？那你先把本领了，然后条件允许再办婚礼呗。我就感觉先把这个婚礼办了。他是想给我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让我风风光光的，他比较好要面子。在这段情感当中，听到现在女生付出的相对会多一些哈。你孕期的时候他对你好吗？他对我挺好的。挺好的。孩子生完之后他对你好吗？我待产，慢慢的我发现他有点变了。以前在谈恋爱的时候会比较宠我，我有个发烧、头疼、牙疼的，他会半夜的时候给我买药，对我关心特别好。然后但是后来有了孩子，我感觉你说的改变，其实和你心里想的他不一样。对吧？有了孩子之后，我只是注意力稍微转移了一点，因为孩子小嘛，我要照顾孩子。咱们现在和以前不一样，咱们中间有了孩子。那有了孩子的时候，你确实变得不少。我感冒了，他根本就不会管我，只会说只要不要传染给小宝宝或者什么的。然后我自己就是说
让我去吃点药，或者什么的。然后甚至我吃药的时候不让我接近小宝宝，然后他就看着。那我也是为孩子好，对吧？大人感冒容易好点，小孩如果感冒了会特别难好。他就把我扔在一边，所以说我现在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哎，你就整天给我打电话。打电话吧，就是说我这开车吧，就是说你一个小时来一个也行，对吧？你10几分钟一个，10几分钟一个，我根本就没法干活。因为那天我给他打电话，是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我做了几样菜在家里等着他。在4、5点钟的时候，我就说你今天晚上回来吃饭，然后他就没有回来。7点多钟的时候，我再给他打电话，他还是在忙。然后对啊，你过生日然后我就说12点就算过生日吧。然后我就说孩子有点拉肚子，我说好像有点受凉。然后他立马就放下手上的工作，你哪能拿孩子来撒谎呢？我正开着车，你告诉我孩子感冒了，他给我打电话说孩子不好，有点发烧，我就着急忙慌的往家赶，开着车给飙车差不多啊，往家赶到家，我一看孩子什么事没有。但是你心里还是就只有孩子，没有我。我说了，我只是把目的地转移了一点。以前在谈恋爱的时候，他年年都会记着我的生日。我也没说给你忘记你生日啊，我也记得你生日啊。好，不吵啊，可能。男生确实也有一些变化，哎，我确实有一点变化，但是没像他说的那种感情上发生变化，不爱他了，或者说不在乎他了。我只是把我的爱转移了一点点。不是，那你又爱他，又那个什么他就想结婚，你跟他把结婚证领了，办一个婚礼不就完了吗？你听我说，孩子慢慢大一点的时候哎，我就说再靠一点时间挣点钱，咱马上就要结婚。就是说，马上就要该办婚礼了。但他中间，我是在后来知道他办了这件事儿。之前我完全是他办什么事儿了？之前我是被他牵着我的鼻子走。哎，那段时间我工作特别忙。就是回家比较晚。我每次回家，哎，他不是电话就是短信，就是说特别暧昧的那种，而且他不避讳我，一点都不躲着我。在一次偶尔的时候我碰见他跟一个男的在一块儿，回来我就追问他，我就说你这什么关系？还你俩在一块儿吃饭？对吧？让我撞见了。他也告诉我是一普通朋友，我就慢慢天天追问，最后他就跟我说了，他说他朋友给他介绍一朋友，人家嘛就是说特别能理解他，也不介意他有个孩子。如果你再不给我结婚的话，我就给别的男人走了，我就带着孩子走。那时候我就觉得他都这么做了，是吧？咱们现在手边也没有这么多钱，咱要不就按你说的来吧，我也别太勉强这件事了。咱们就办个就是你想要的那种小点的婚礼。你怕鸡飞蛋打了哈？对啊，因为我有我们就回了老家，办了一个小点的婚礼。办了一个婚礼嘛。但是还是一直没有领证，举行的。对啊，你办婚礼的时候我看见那个男的了，我说你是什么意思啊？对啊。然后那个他就告诉我，这是伪亲戚。对，因为当时我的压力比较大。然后亲戚朋友都会问，然后说你有对象了，怎么还没结婚啊？以前就是我。刚怀孕的时候，我都不敢回我妈那边去，所以我当时我实在没办法。那你也不用那种方法，我当时我就想着刺激他一下，因为他比较小心眼儿。那你有这样刺激的吧？对吧？然后我就想让他赶紧把我跟我结了婚，然后定了我就行了啊。这招不就刺激等于有效了吗？好歹婚礼办了吗？对，那就赶紧领结婚证吧。当时就是办婚礼的时候，不给我领证。哎，我就看那男的，对吧？咱出于礼貌，咱过去跟他打招呼。我就说怎么称呼你啊？然后旁边的亲戚就说，哎，是他远方一什么什么亲戚，叫什么什么名字。我又一愣，人家就笑了，周围的人所有的人都笑了，都知道这事儿。就大家做了个局，把你给骗进来了。对，都知道这个事儿，就我自己不知道啊。哎，我就感觉这怎么能耍着玩是吧？因为我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我就是被别人骗的啊！我特别记恨别人骗我对吧？你身边最亲最近的人骗你。我本来在外边工作就挺累，每天要见形色很多人，我回到家还要看一个自己最亲的老婆。那你要在乎我，你就不会拖这么长时间。我没拖，我对他的信任，他自己弄没了。你还爱他吗？还爱吧。现在过不了心里那道坎儿，是觉得这个人曾经欺骗了你，你不信任他了。对，我特别在意这一点啊，就是说你跟我在一块儿，咱们生活还要很多年。我每天从外边回来就已经很累了啊，我还要去判断你说的这句话是不是真的啊？你对我是不是又是一个圈套等着我去钻？你怕他算计你。对，那这应该怎么办呢？4位老师，难题交给你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不以结婚为目的的爱情，等于耍流氓，所以你给我的感觉，你是在耍流氓。
马先生演了一辈子的猪八戒，你拿了一辈子的那个耙子，你可能还第一次看到如此的倒打一耙。你说他欺骗你了，你痛恨了，但是你欺骗他呢？我没很显然你骗了他6年呢。我没骗他，有完。刚才你说的那个事情我也听清楚了，做的有点不妥，但他是善意的。如果不是善意，在这一个婚礼现场不会让你发现的，因为这是他情急之中实在万般无奈搞的一个激将法啊！生意失利了，哎，又不结婚了，车祸受伤了，后来好了，依然不结婚了。好，现在总算倒打一耙，抓住一个十足的理由，你欺骗他。作为一个男人，我们能不能这样？你不要再找任何的理由了。我对小杨现在真的很同情，就哪怕是那个局，也是他能够想出来的唯一的这样能够逼你一下的办法，结果还给你倒他一把打住了。做人是要有点良心的，人家为你孩子都生了，他要一个名分，不过分的。所以我现在感受到你真的缺点良心。如果马老师的师兄孙悟空在的话，今天一定用金箍棒打你，我告诉你。小邓，你作为一个男人，我说你做的还不如猪八戒。为什么？猪八戒他对高小姐那种执着，虽然他有很多缺点很多毛病，他也有花心，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候，他想到回高老庄，他要去找他的高小姐。男人对家是一种担当，是一种责任，你没有。因为你，尤其作为一个男人，你应该为自己的所爱的这一方去多考虑，为对方去多想，你都没想。法律允许的那个证件，你把它看的是一张纸，这个你就没有男人的担当。你现在成猪八戒了吧？猪八戒不如他里外他不是人了，在外面创业失败，觉得自己丢面子了，想在自己家里找回面子。可惜啊，你唯一能够找回面子的就是对方想管你要那个结婚证，你就不给，你就拿着这结婚证在家里头要面子。也不是说要结婚证为面子，如果他不欺骗我的话，我们现在已经不会出现这么多事儿。那是后来啊，骗你的人少吗？你上的当还少吗？就是因为我上的当太多。你真是把所有上的当都归结于你对面这个你的女人给你的这点小小的欺骗吗？我接受不了是我最亲最爱的人骗我。你说这句话呀，面上听好像是理，但其实呢，你心里太虚了。你真正想要面子，可惜你不具备有面子的实力。外头人骗你就骗了，找你都找不到。好不容易在家里头有人真正的爱你，你不知道珍惜，拿着人的一点点的过错拿在手里。谁让你骗我，我就不给你结婚证，怎么样？我强不强？但是男人做到这一点就太弱了，其实就是极度的自私。人家对方只是要一个名分，但实质的所有都给你了，对不对？你觉得你给对方一个名分难吗？如果真的不能给，好，明天他就可以真正去相亲去。那会儿你就会发现你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说，不要对自己爱的人逞强，而对外的人示弱。不要把自己唯一的这点真正能够得到的爱自己就放手，好吗？名分，名是关系，分是责任。所以说，给你一个名分，就是给你一个资格，给你一份责任。说有名有分是好夫妻，有名无分是假夫妻，没名没分那是露水夫妻。而男生可能认为他是第四种，他是没名而有分，就是我永远不给你这个资格，但是我永远履行一个作为丈夫的义务。我对你好啊，我养孩子呀，我就是不给你这个名分，不给你这个名。不给这个名的意思就是，我不向大家所有人广而告之说，
这是我老婆。我给你另外一个名字叫孩子他妈。我老婆和孩子他妈是不一样的。孩子他妈在结婚和结婚之后或离婚之后都可以叫孩子他妈，但是媳妇儿就告诉你，告诉所有人，时时刻刻告诉所有人，这法律上的妻子。一个男人能够给女人的无外乎就是这2样，最基础的就是那个名。这是不管是有钱的男人、没钱的男人、有本事的男人和没本事的男人，他唯一能够给女人的一个最基础的东西。你连最基础的东西都不给他，可想而知你有多残忍。我都觉得特别的好笑，要一个女生用这样所谓预演的方式来骗他说，给我一个名字，我是谁谁谁的老婆，你有多么残忍。你就让他在我家里待着，在这屋子里待着，但我永远不告诉你，你是正儿八经的这户人家的人。你不要以为说我履行了我作为丈夫的义务，我履行了对孩子的义务，我养着他，这就大过了名分，不是这样的。我们到底是先有名再有分，还是有了分才会有名？我认为应该是先有名再有分的，至少中国人的思想里面是这样的。如果你永远长期处于是有份而无名的状态，那么久而久之，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大家对你们的认识，都会认为，哎，那2口子怎么回事啊？到现在都没办结婚证，是不是家里出了事儿？还是这个男人压根就看不上这个女人？为什么这个男人要对这个女人这样？为什么一定是那个女人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所以他给他这么不公平的待遇？种种的是非，大家都会去猜测。到时候你没有给他名，大家已经给你们冠了名，所以没什么好说的吧？还义正言辞在这说，我不知道我的枕边人骗你干什么？他骗你，他从里面获得好处啦？你倒好像感觉被绑架了一样，我被逼婚。你一定要切记，给女人一个名分，给孩子一个名分，是作为一个男人最基本的责任和义务。如果连这个都不给，无论你现在做的怎么样，我都认为你不具备一个做男人的基本属性。就这样。我一直在想，他提的不信任，不信任的另一层就是害怕被算计，是吧？对。他算计你什么呢？我就感觉他老欺骗我啊！就从有孩子的时候，好，他就以孩子为生命为目的，打的就想让我回家的口号，说孩子怎么不好了。然后他那时候就没想过我。要是心里老存那么一个疙瘩，领了证也过不下去，是吧？差不多。那个疙瘩真的就是说，你不放心他吗？怕他骗你吗？他太精明了吗？对。精明本来是挺好，但你不能用在我身上。2口在一起，对吧？你不能整天让我防备着，你是不是在又像那上次那样？其实那时候有完孩子之后，我也不是说不结婚，主要是他逼得太紧了，就恨不得就是今天跟你说，明天就得结。你们有了孩子，应该至少是相识4年之后的事儿吧？对啊，因为之前发生很多事相识4年之后还不领结婚证，这算哪一出呢？因为之前发生的事，发生什么事儿能阻碍结婚呢？生意破产跟结婚有什么逻辑关系啊？那时候小，可以等等啊，等。对，发生车祸以后，那时候确实是天灾人祸。我插句嘴，这家伙可能一直介意的是自己被当一个笑话看。对。但是你长期让他跟孩子被别人当成个笑话看，你不觉得这是个笑话吗？他们俩跟你这么久，没名没分的，你不觉得他们俩是个笑话吗？他们被笑话了这么久，你被笑话了那一下子，你说谁的笑话大？你长这么大，你白活了吗？长这么高，这么胖，你有没有良心啊？拿手摸着你的良心，问问自己。还转不过闷儿呢，啊，拧得很啊，这人。是有点小任性。其实我觉得这个行为背后没有逼你，他在逼你吗？人家笑你怎么了？我跟你说，你是挺容易被人笑的，你知道吧？其实那时候你把所有的便宜都占了，然后说，哎，你别占我便宜啊！你有什么便宜好占的？他还能算计你什么？要钱没钱，要人没人，
要责任没责任。你说我算计你什么呢？那你不是说他是天下最傻的贼吗？天下最傻的算计者吗？不结婚是吧？不领证是吧？我也不是说不领，只是暂时不领。别领，千万别领。领那个证没用。不跟你领证，走不走？走。大声说。走。不跟你领证，走不走？走。有什么了不起呀？谁非要嫁给你呀？哎呦，做个生意失败，开个车出车祸，找个女人不敢娶回家，你多失败！人家还算计你，算计你啥呀，兄弟？你骗过他吗？你骗过他吗？你说没有。真的吗？没有。你答应娶她吗？生意破产是他的事儿还是你的事儿？我的事儿。那你不是骗他吗？你说好的投资有回报的，怎么把钱赔了？生意做好了就来娶你，生意做败了，钱是谁给的？有他的钱吗？有。哦，还人钱了吗？没有。谁算计谁呀？我看就你算计别人的吧，钱算计走了，人算计来了。哼，想想吧，女生其实不要什么，但是在这里面，请你们注意一下。如果真的男生你觉得你们没感情了，你就明明白白的跟女生说，别拖着她，别在那儿说我再看看吧，你都什么混账逻辑。女生，你这是一特好的教材。还是那句话，慎重啊，社会是开放了，但是如果你不守自己那点东西的话，最后屈辱的只有你自己。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他们自己，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我觉得咱俩在一块儿吧，反正我各方面你都挺了解我的，我就觉得你不应该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对我，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这样的逼着我呢？我要对你没感情的话，我也不会来到这个节目。我也是同样的，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认识了1、2年的时候，但你不是感情浅的时候，但是你不是这第一次这样骗我了，你知道吗？我知道骗你不对。你知道你伤害一个爱你的人，你知道什么滋味吗？但是你现在伤了好多年了，这么多年了，我不求名不求分，我只求一张结婚证。我觉得这张结婚证太无所谓了。好多夫妻虽然拿着结婚证是合法夫妻，但他们有感情吗？男的出去出轨，女的出轨，太多这样的例子了，他们也是合法夫妻。哎，他如果不要，你一套逻辑都通。他是你爱的人吗？如果我跟他没感情，我不会。他是你爱的人吗？是。如果你不给我领证，我真走了。来吧，两位换箱子吧。谢谢你们，请回啊。哎呦，来，请关门。接下来看他们自己吧。5、4、3、2、1，5、4、3、2、1，请开门。别动，别动，你也别动。我就一个问题，娶还是不娶？什么时候娶？回家就娶。说话算话吗？算话。没骗人吧？没有。来吧，来吧，来。你去把他抱过来。箱子给我。你去把他抱过来。去吧，抱呗。别动，别动，让他抱过来。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什么意思呀？你不会矜持点啊？你帮他都帮不了，你知道吧？哎，这个为什么不是欺骗呢？要我看来就是欺骗嘛。你看，这做的多好啊！把一个3人合影给剪开了，然后上面写的字儿说：“这张照片是我们去年一家3口一起拍的，缺了谁都是不完整的。希望今天你给我答复。”你早这么决绝，他不是早就跟你领了吗？该带娃干嘛干嘛去。一个女人非要跟你结婚，你就偷着乐，还人骗你，傻了吧唧的一莽汉。他想骗你一辈子，你不偷着乐吗？是不是？是。啥时候领证？回去就领。
领完证以后拍一照片，把那结婚证发给我们。好，行吗？行。在这里要感谢暴龙眼镜为牵手成功的嘉宾提供的牵手大奖。成功复合的情侣将获得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你们来喊开始，来喊停。你喊。开始。停。你想过的那个婚礼场面是什么样的？我想的其实也挺普通嘛，也不是说都特别大啊，就喊亲戚朋友在一块吃了顿饭，没了。我跟你说啊，曲总、涂老师，婚礼价格主持一场10万起。一会儿你先求婚，求婚完了以后，我替曲总做主，打个对折，5万块钱帮你们主持一下，行不？行不？我看没问题啊，没问题啊，没问题。出不出这钱？出啊！哎，别骗人啊！不拿我的，拿他的。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谢谢你们啊！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而美好的时刻。对不起，我以后会好好爱你的，宝贝儿。最后一次。对，再吵了。来，对着我们的镜头站好。过来呀，5万块钱不挣了，拿着话筒，快点。给你拉一活容易吗？是，几十年都没一个活给主持一下。新郎，你愿意娶你身边这位女士做你的老婆？无论贫困与富有，无论健康与疾病，你都对她不离不弃，永远对她好吗？我愿意。新娘，你愿意嫁你身边这位男士，成为他的老婆吗？我愿意。好，你们俩互相面对面，夫妻对拜，头碰头，从此携手到白头，各自往前再稍微再进一步。夫妻对拜，脸碰脸，从此携手到永远，再进一步。夫妻对拜，嘴碰嘴。夫妻对拜，嘴碰嘴，一起携手，不后悔。邓先生和杨小姐的婚礼圆满礼成。谢谢。还有礼物呢。谢谢。回去，结婚证拍成照片发给我们，我们好遥遥的祝福你们，好吗？好，好好对老婆啊，好，别犯浑了啊。不会了。知错就改，还是好同志。来，掌声祝他们幸福吧！请回，请回，请回。又好气又好笑，领个结婚证这么费劲呐！这要是我闺女，我就跟她说：“闺女，咱不嫁了。”开玩笑归开玩笑，其实还是要祝他们幸福，祝这一对早日领证，祝他们的孩子健康成长。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老涂有话说。涂老师，甜甜圈的用户提问说：“我和男友3年多，现在没条件买房子，我不在意，以后结婚有条件买就好了。可是他说房子太贵，以后想一直租，而且一提买房子就说不会买，我觉得他不够尊重我。”想分开又不舍，怎么？房并不重要，你的这个问题当中最关键的是你的男朋友有没有对于将来的一个生活的规划，而且这个规划当中有没有你。我始终坚持，作为一个男人来说，应该头顶理想主义的蓝天，脚踩现实主义的大地，心中充满爱，携手共同的去计划自己的未来。如果这个男生对你将来是没有计划的，而且这个计划当中是没有你的，那你跟他在一起只是浪费时间。
感谢大家收看了这一期的暴龙眼镜爱情保卫战。我们的节目是由 Bloom 暴龙眼镜冠名播出的。本节目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特约播出。休闲旅游找途牛，下载途牛 APP， 手机预订更便宜。本节目由拉芳柔顺洗发露特别赞助，感谢拉芳柔顺洗发露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